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林家美食。鸡蛋好吃又有营养的，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它秉持着物美价廉的优点，广受着大家的喜爱。用鸡蛋做出来的美食有很多的好吃的，不论是荷包蛋、茶叶蛋、辣椒炒鸡蛋，还是鸡蛋与其他食材搭配，都能做出美味的佳肴。可知鸡蛋的性价比是很高的，所以常常会买很多鸡蛋，放在家里面备用。虽然很多人天天都买过鸡蛋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买鸡蛋才比较好。比方说买鸡蛋时，我们会看到有红壳的鸡蛋，也有白壳的。那么为什么鸡蛋蛋壳会有颜色的区别呢？造成蛋壳颜色有差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到底应该买红壳鸡蛋还是白壳的鸡蛋呢？那么买鸡蛋时有没有什么购买技巧？接着请大家跟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答案吧。鸡蛋外壳大致可以分为是红色和白色两种鸡蛋壳，通常红壳鸡蛋产于饲料鸡，就是人工养殖的，每天喂饲料得。而白壳鸡蛋产于散养的鸡，就是自己找食物吃的。人们便认为白壳鸡蛋中的营养更高，在购买鸡蛋时更倾向于白壳鸡蛋。其实无论是哪种鸡蛋，所含的营养价值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是追求营养，就不必纠结鸡蛋壳的颜色。蛋壳的颜色取决于母鸡的生殖系统分泌的色素含量。即使同一只鸡，在不同时间段吃的食物不同，产下的鸡颜色也可能会有差别。单纯从口感上来说，土鸡蛋的口感还是要略胜于红皮饲料鸡蛋的，因为土鸡蛋个头小，鸡蛋黄所占的比例较大，炒出来的鸡蛋颜色也更偏于黄色，更诱人食欲。无论鸡蛋的蛋壳是什么颜色，它们的本质上还是鸡蛋，营养价值其实是差不多的，没有大到天差地别。所以我们大家在购买鸡蛋时，只需要认清一点，就是要买新鲜健康的好鸡蛋。接着跟大家分享几个挑选鸡蛋的小技巧。第一招挑鸡蛋小技巧，摸鸡蛋。刚下出来的鸡蛋表面摸起来是很粗糙的，而且明显的感觉到有颗粒感，这是因为刚出生的鸡蛋表面有一层霜的护粉质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迟，鸡蛋表面的颗粒就会慢慢的一点点的脱落，所以买鸡蛋时候摸着越粗糙的鸡蛋，这种鸡蛋就是越不新鲜。第二个挑选鸡蛋的方法，蛋壳表面比较脏的鸡蛋不要去买的。一些人觉得脏鸡蛋是比较新鲜，但是在购买鸡蛋时会依据鸡蛋表面粘缝来挑选鸡蛋。鸡蛋是否新鲜不能通过外壳来判断，脏鸡蛋只能代表饲养鸡的环境不佳，而将鸡蛋的蛋壳上不仅有肉眼可以看到的鸡屎、鸡毛，还会有很多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很多细菌的，那样的鸡蛋在打入碗中时，杂质也很容易落到碗中，使用之后就会引起身体不适。尤其是孩子吃、老年人吃、脾胃比较虚弱的，吃了胃会不舒服的。还有朋友将脏鸡蛋买回家，先用水冲洗掉表面的杂质再存放，这样做也是非常不对。鸡蛋表面有一层油性保护膜，可以阻挡细菌的侵入。如果用清水清洗鸡蛋，也会破坏保护膜，保护膜受损后，细菌会趁机而入的，导致鸡蛋特别的变质。所以还是不要买脏的鸡蛋的好。第三个挑选鸡蛋的好方法，摇鸡蛋。这个是最常用、最好用的方法，因为鸡蛋越新鲜，在摇晃鸡蛋时，鸡蛋根本摇晃不动的，这是因为鸡蛋的气室、蛋黄都是特别完整的。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鸡蛋的气室不仅会变大，而且蛋黄还会变松。
所以我们买鸡蛋，只要是摇晃得动的鸡蛋，非常不建议大家去购买，也会造成散黄，可能是因为2点。第一点，鸡蛋在运输的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碰撞和震动，但是蛋壳并没有破裂，因为内部的蛋黄膜破裂了，这样就会出现鸡蛋散黄的情况。第二点，鸡蛋不新鲜，鸡蛋放置的时间过长，外部的细菌顺着蛋壳的气孔进入鸡蛋内部，从而破坏了蛋黄膜的组织和结构，这样也会造成鸡蛋散黄。下面这个方法挑鸡蛋也很好，照一照鸡蛋，买鸡蛋时可以用手机的闪光灯将鸡蛋照一下，新鲜的鸡蛋照是非常的透明的。如果是放了几天的鸡蛋，鸡蛋的透明度就会降低，因为也是鸡蛋表面颗粒脱落导致的，颗粒越多，鸡蛋就照得越亮。第5个挑选鸡蛋的好方法，鸡蛋表面有裂纹的鸡蛋不要买。现在市面上的鸡蛋，从饲养场到批发商再到零售，通常都会倒几次手，因此即使鸡蛋被保护得再好，在运输时候难免会遭受到磕碰的比较严重的，鸡蛋壳直接会破裂，有的鸡蛋只是轻微的碰撞，蛋壳也会有不易察觉的小裂纹，这些裂纹的鸡蛋表面的细菌特别容易顺着裂纹进入鸡蛋内部，鸡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，有利于细菌的大量生长繁殖，导致鸡蛋中蛋白质的变质，食用之后会影响身体健康。即使有裂纹的鸡蛋暂时没有变质，买回家也不能存放很久的。第6个挑选鸡蛋的好方法，鸡蛋的大小比1比，鸡蛋有之分，是由下大母鸡的产道决定的。小母鸡的产道窄，下的鸡蛋比较小，蛋壳比较厚，这种鸡蛋被称为初生蛋。老母鸡的产道宽，下的鸡蛋相对较大，蛋壳比较薄，鸡蛋的含量则较高，所以在同样的价钱下，要买大鸡蛋比较划算一些。所以朋友们以后在买鸡蛋时，不要迷信红壳鸡蛋好还是白壳的鸡蛋好了，哪种鸡蛋便宜就买哪种，只要弄懂了挑选鸡蛋的技巧，就再也不怕被忽悠了。今天挑选鸡蛋的小技巧就给大家分享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记得收藏、点赞、加关注哟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